民风淳朴哥谭市，人才辈出阿卡姆。这是一座充满了罪恶与黑暗的城市。城市当中的阿卡姆疯人院可谓是群星璀璨，里面的病患个个都是人才。单单小丑这一个角色，就能为了提升哥谭市的犯罪率而贡献自己的一生。但在如此人杰地灵的地方，却出现了一位致力于打击罪犯的超级英雄，他就是蝙蝠侠布鲁斯·韦恩。蝙蝠侠并不能像祖国人那样眼里射出激光，也不能像迈尔斯一样释放生物电，他有的仅仅只是超能力。这一点在他少年时期就已经有所体现。$100,000. $101. $200,000. Fine, we have $200,000. $200,001. Mr. Wayne, thought you let someone else have some fun. Oh, sure, no problem. I'm sorry. $300,000. Very well, $300,000.01. $500,000. Now back off, you little brat. $2 million. 从布鲁斯·韦恩成为蝙蝠侠那天开始，哥谭市的罪犯们便迎来了他们的噩梦。那么借这个机会，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系列漫改游戏的天花板——蝙蝠侠阿卡姆疯人院。某天深夜，哥谭市下起了倾盆大雨，蝙蝠车疾驰在深夜的街道之上，小丑乖巧地坐在车里，但蝙蝠侠心中却是隐隐不安，因为这一次抓捕小丑实在太过容易，而押送小丑的目的地便是位于哥谭市旁边的小岛阿卡姆疯人院。当他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小丑却并没有任何惧色，反而还在若无其事地开着玩笑。阿卡姆疯人院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像是一所治疗精神病人的机构，它实际上是一座为了关押超级罪犯的大型监狱，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人才市场。这里关押过许多大名鼎鼎的罪犯，像小丑女哈利奎因、祖传正骨推拿贝恩、还没滚出哥谭市的谜语人、心灵鸡汤稻草人以及环保卫士毒藤女，都是这儿的常客。院长兼哥谭市市长夏普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由于抓捕小丑的过程实在太过轻松，蝙蝠侠决定一路跟随，狱警也是严阵以待，不敢松懈。由于这里一半的人才都是蝙蝠侠送进来的，所以在途中杀手鳄见到蝙蝠侠以后，还亲切地问候了蝙蝠侠全家，就连戈登警长也来到了这里协助蝙蝠侠。他的女儿芭芭拉则以先知的身份在幕后为蝙蝠侠提供各种信息。可随后意外还是发生了，在与看守人员交接的时候，小丑突然挣脱了狱警的束缚，他的恋人小丑女哈利奎因早已在监控室等候多时。他们打开了关押罪犯的牢房，彻底接管了疯人院。原来这一切都是小丑为了针对蝙蝠侠而设下的圈套。多年与这些超级罪犯战斗的经验，让蝙蝠侠丝毫不惧这些包围自己的小卡拉咪。可在解决掉眼前的麻烦以后，小丑早已逃走，整座疯人院已然成为了罪犯们的游乐场。蝙蝠侠只能在寻找小丑的同时，帮助幸存的狱警从这些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脱困。更加糟糕的是，疯人院院长夏普落在了小丑女哈利奎因的手里，难以想象他会面临怎样的折磨。而戈登警长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他被一名狱警叛徒出卖，落在了小丑的手里，就连安保系统也被小丑所掌控。蝙蝠侠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看在了眼里。经过了漫长的战斗和解谜，蝙蝠侠终于离开了治疗中心，来到了阿卡姆岛的地面之上。他现在要做的便是先救出戈登警长。此时的罪犯们开始了占领整座岛屿，就连蝙蝠车都被他们刮花了。好在蝙蝠侠有超能力，就算不报保险他也不会心疼。通过分析戈登警长留下的烟斗，蝙蝠侠一路闻着味儿来到了岛上的疗养院，并在这里解救了数名医护人员和3位主治医师。似乎小丑正在想方设法的抓捕全岛的医护人员。蝙蝠侠本打算让他们离开这里，但主治医师之一的杨医生却执意要回到公馆寻找自己的研究笔记。无奈之下，蝙蝠侠只能安排狱警护送他。之后在寻找戈登警长的路上，心灵鸡汤稻草人拦住了他的去路。稻草人的恐惧毒素能够引发人们心底深处的恐惧心理，就连蝙蝠侠也不慎吸入了恐惧气体，看见了幻境里死去的戈登警长，甚至还看见了多年以前因为歹徒抢劫而被杀害的父母。好在蝙蝠侠靠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在幻境中打败了稻草人，并战胜了自己的心魔。再次一路前进，蝙蝠侠发现了正被小丑女看守的戈登警长，凭借自己的前行技巧，他悄无声息地打晕了小丑女，救下了戈登。但小丑却现身在了屏幕之上，还为蝙蝠侠准备了一个惊喜，正是超级罪犯贝恩。然而这位曾经的正骨大师贝恩现在已经骨瘦如柴，原来是之前那个杨医生将他体内能够强化自己的毒液全部抽取了出来，并用于某种医学实验。随着小丑按下远程控制按钮，毒液再次回到了贝恩的体内，促使他的肌肉迅速开始膨胀，束缚贝恩的枷锁也因此断裂。他获得自由的第一件事便是要给蝙蝠侠正正骨。面对这种只会用蛮力的怪物，蝙蝠侠只是随意的用蝙蝠镖让贝恩无法辨别方向。趁他撞到墙上的机会，蝙蝠侠轻松的就拔掉了其背上提供毒液的管子，双方一路从地下打到地上。贝恩找到机会抓住了蝙蝠侠，就在想要撕碎他的时候，蝙蝠车从远处疾驰而来，直接将贝恩撞进了大海之中。毕竟韦恩科技随手可弃，只要能够抓获罪犯，蝙蝠侠一点也不心疼。随后他护送戈登乘船离开了阿卡姆岛，可能是早就预料到阿卡姆疯人院会有这一天。未雨绸缪的蝙蝠侠很早就凭
凭借自己的超能力，在阿卡姆岛的地下修建了蝙蝠洞。通过先知调查到的杨医生资料，蝙蝠侠得知了小丑真正的目的。原来杨医生抽取贝恩体内的毒液，是为了研制出一种名为泰坦的药剂。这种药剂只需要很小的剂量，就可以在宿主身上引发类似于贝恩那种可怕的变异，并且不再需要持续提供药剂的储存罐。而资助杨医生这项研究的幕后黑手正是小丑。可能是出于良心的谴责，杨医生在完成泰坦的研究之后，便终止了与小丑的合作，甚至退还了资金，删除了电脑上研制泰坦的配方。小丑没料到小丑竟是他自己。为了拿回泰坦的配方，小丑任由蝙蝠侠将自己抓获。如果一旦让小丑得到泰坦的配方，那么他就会利用泰坦药剂打造一支所向披靡的泰坦大军。到那个时候，哥谭市再来个蜘蛛侠都不管用了。而之前杨医生不顾生命危险想要找回的笔记，很可能就记录了泰坦的配方。想到这里，蝙蝠侠立马动身，通过杨医生的指纹，在图书馆中销毁了藏在这里的笔记，并成功找到了被挟持的杨医生。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小丑已经制造了大批的泰坦药剂，并存放在岛上某处的秘密实验室。杨医生本想在保险柜里拿到实验室的钥匙，可小丑早就在这里安装了炸弹，最终导致杨医生被炸死。被爆炸波及的蝙蝠侠也再次看见小丑女带着院长离开。幸运的是，蝙蝠侠通过分析院长留下的 DNA， 一路追到了特殊治疗中心，并在这里遇见了环保卫士独藤女。由于她是人类与植物的混合体，所以独藤女病态般的想要将人类从这个世界上抹除，从而让植物有利于在地球上生长。中途路过的小丑女不忍自己的好闺蜜遭罪，于是将独藤女释放了出来。随后蝙蝠侠顺利的解救并安置好了院长，接下来便是抓捕难缠的小丑女哈利奎因。尽管小丑女派出了大量的手下以及设置各种机关陷阱，却还是无法奈何蝙蝠侠。小丑见到这一幕，果断抛弃了自己的恋人，意识到自己失恋的哈利奎因当即冲了出来，对着蝙蝠侠就施展了一套花里胡哨的歹徒兴奋拳。但蝙蝠侠可不会怜香惜玉，在将小丑女摔在地上以后，他从其胸口处拿走了一份名单，并强行隔着套子夺取了小丑女的掌纹。或许是因为恋人的抛弃，小丑女假装不经意间说出了小丑此时正在植物园的秘密实验室内，就差给他画张地图了。为了阻止小丑，蝙蝠侠立马动身来到了位于植物园的泰坦制造工厂，可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小丑随手将泰坦药剂注射进了2个手下的体内，让他们变成了低配版贝恩。当蝙蝠侠好不容易解决掉麻烦以后，小丑已经带走了足够多的药剂。由于泰坦药剂是贝恩体内的毒液与有毒的植物杂交出来的，如今唯一有办法阻止小丑打造泰坦大军计划的人，便是环保卫士独藤女。中途蝙蝠侠为了更好的穿越地形，再次运用自己的超能力召唤了蝙蝠战机，为自己送来缆绳发射器，简直就是用最多的钱干最小的事儿。有钱人的气息展露无遗，你以为他仅此而已？当蝙蝠侠找到独藤女后，直接开门见山要挟独藤女为他生产泰坦的解药，如果不合作，那么他就花钱请个几十万人除草，让这个岛上再也看不到一点绿色。闻听此言，独藤女立马妥协，并说道，在阿卡姆岛的下水道中有一种可以制作解药的孢子，但那里同时也是杀手鳄的巢穴。就在前往下水道途中，独藤女因为被小丑注射了泰坦药剂，导致无数的藤蔓开始了疯狂的增长，甚至将有毒的孢子遍布了整座岛屿。不仅仅只有这些阻碍，稻草人一路上都在伺机利用恐惧毒气，将蝙蝠侠拉入内心深处的恐惧中。他看见了被歹徒杀害的父母，还看见自己被小丑抓进了阿卡姆疯人院，甚至一枪结果了自己，最终自己从坟墓里爬了出来。可蝙蝠侠的内心却是无比的强大，只是迷失了片刻，就从幻境之中恢复了过来，还顺手抓住了稻草人。稻草人已经快崩溃了，因为蝙蝠侠被他注射了足以让10个人疯掉的毒素，他都搞不清楚到底谁才是怪物了。随后蝙蝠侠一路追逐稻草人来到了下水道中，眼见被逼到绝路，稻草人决定鱼死网破，准备将恐惧毒素全部投进下水道中，但他忘了杀手鳄还在水里。对于杀手鳄来说，稻草人的行为比抽水还要过分，于是将之拖进了水中。由于这里是杀手鳄的地盘，蝙蝠侠只能一边在这里收集制作解药的孢子，一边警惕杀手鳄突如其来的攻击。在小心翼翼地收集了足够的孢子后，蝙蝠侠炸掉了地面，让杀手鳄跌进了深渊之中。随即他立马回到蝙蝠洞，制作出了泰坦解药。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先阻止岛上的植物继续蔓延。可就在蝙蝠侠将解药注射进植物的时候，独藤女却不愿再次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因为他意识到泰坦药剂不仅没有给他带来痛苦，反而将植物进化出了新的高度。随即独藤女和巨大的植物融为一体，并立马开始攻击蝙蝠侠。凭借自身过硬的身体素质以及用不完的飞镖，蝙蝠侠趁独藤女倒地的机会，利用凝胶炸弹成功的打败了独藤女，便是前去与小丑展开最后的对决。蝙蝠侠作为小丑的宿敌，小丑自然也不会怠慢，甚至安排了大量的手下夹道欢迎。然而如此多数量的手下也无法奈何蝙蝠侠分毫，可小丑却还留着一手，他再次抓来了戈登警长。戈登心里又咯噔了一下。Trying to resist the change. That's not fair. Come on, get in. So, you want to play hardball, bats, do you? Your call. Pickle, pickle. No. Oh, you're ruining my big night. Months planning down the grabber. I just wanted to bring down your grim facade and for once,
let you see the world as I see it, giggling in a corner and bleeding. But you've denied me even that. I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 So, 由于注射了泰坦药剂，小丑变成了一只巨型怪物，并将蜘蛛侠带到了天台之上。他想要从内心深处瓦解宿敌所坚持的正义，不断引诱蝙蝠侠接受泰坦的变异。但身为蝙蝠侠，他会永远坚守自己心中的正义。于是蝙蝠侠毫不犹豫地将解药注射进了自己的体内，他要凭自己的实力打败眼前这个小丑。在与小丑惨烈的战斗过后，蝙蝠侠将凝胶炸弹喷在了拳套之上，伴随着爆裂的一拳打在小丑脸上。蝙蝠侠终于结束了阿卡姆疯人院的骚乱，各路超级罪犯也都被重新送回了监牢。注射了泰坦药剂的罪犯们在解药的帮助下恢复了正常，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但此时的哥谭市却又不安分了起来。警方收到了超级罪犯双面人抢劫银行的消息，还没来得及休息的蝙蝠侠立马乘上了自己的蝙蝠战机，向着哥谭市的方向疾驰而去。而蝙蝠侠阿卡姆系列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狂魔今天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款最强系列漫改游戏《蝙蝠侠阿卡姆之城》。本作的故事发生在小丑谋划阿卡姆疯人院暴动的1年之后，院长夏普借蝙蝠侠的光成为了哥谭市的新市长。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关闭疯人院和黑门监狱，并将哥谭市的旧城区改造成了一座大型开放式监狱——阿卡姆之城。许多超级罪犯也都被关押进了此处，在这里的罪犯们安居乐业，整夜与同行载歌载舞，打成一片，并且分别由3大团队所掌控，其首领分别是公正不阿双面人、足智多谋小丑团、诚信商户企鹅人。在他们的治理下，阿卡姆之城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由于门槛太高，在阿卡姆之城智商不够180，没有几个博士学位都会被人看不起。当然，这座开放式监狱在夏普市长的授意下，被犯罪心理学家雨果监督着，负责周边安保的则由私人武装猛虎队负责。但这样一搞，将会导致哥谭市越发的混乱，蝙蝠侠也没得玩。于是蝙蝠侠切换了自己的小号，用自己亿万富翁的身份以及韦恩集团的影响力，极力反对阿卡姆之城的存在。但就在他发表演讲的过程中，猛虎队却突然出现，袭击了会场。当着外人的面，蝙蝠侠不好动手，只能任由对方打晕带走。再次醒来的时候，负责监督阿卡姆之城的雨果出现在了韦恩的面前。雨果得意地说道：“抓韦恩比抓蝙蝠侠容易多了。”还提到了一个名叫10号协议的计划，只要完成这个计划，他就能流芳百世，含笑九泉。将韦恩绑来，也是为了让他不要因为反对阿卡姆之城而破坏掉自己的计划。随后，韦恩不仅被关进了阿卡姆之城，还被转交给了企鹅人。韦恩集团和企鹅的家族似乎有着不小的恩怨，于是企鹅人打算好好招呼一下韦恩。但下一刻，这位富家公子却将企鹅人和他所有的手下全部打翻在地。趁着四下无人，韦恩来到了一处屋顶，在管家阿福的帮助下，顺利取得了蝙蝠战衣和装备。接下来，蝙蝠侠要做的便是调查雨果口中所谓的10号协议。通过破解通信频道，蝙蝠侠得知猫女正在法院大楼。猫女作为哥谭市最有风格的小偷，一定知道一些关于10号协议的事情。再加上她还是蝙蝠侠的暧昧对象，于是蝙蝠侠想也没想，立马来到了法院大楼中。此时的猫女因为盗窃机密文件，已经被公正不阿双面人抓获。这位职业罪犯有着双重人格，并且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在投掷了1枚硬币后，便决定了猫女的生死。好在蝙蝠侠及时赶到，救下了猫女。蝙蝠侠直接问起了10号协议，猫女对此却并不清楚。这时，一把狙击枪竟然瞄准了猫女，幸亏蝙蝠侠反应快，再次救下了猫女。通过分析子弹的轨迹，蝙蝠侠一路向着位于射击点的钟楼赶去。路上再次碰见了小丑女哈利奎因，原来在远处开枪的正是小丑，看来他一定知道10号协议是什么。于是蝙蝠侠顺着线索进入了一所工厂之中。通过偷听到的消息，小丑似乎在注射泰坦药剂后便患上了重病，甚至疯狂地抓捕医护人员。在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蝙蝠侠来到了小丑的面前，可小丑却已经看着像死去的样子。一旁的哈利奎因伤心不已。此时蝙蝠侠也有点慌了神，立马上前查看，但没料到另一个小丑突然出现，用迷药将之迷晕。当蝙蝠侠再次醒来后，小丑也说出了他的目的，原来他确实在泰坦药剂的作用下饱受病痛的折磨。于是为了让蝙蝠侠配合他寻找解药，小丑不但将自己的血液输进了蝙蝠侠体内，还将自己的血液样本送进了哥谭市的供血库中，并以此来胁迫蝙蝠侠帮他找到解药。尽管蝙蝠侠并不想帮助自己的敌人，但他体内已经流着小丑的血，为了获得解药救自己和市民，蝙蝠侠也只能照做。奇怪的是，对于10号协议，小丑似乎也不知情。在小丑提供的线索下，蝙蝠侠只能前去博物馆寻找唯一能够制作解药的极冻人。在到达博物馆后，却发现企鹅人已经抓获了极冻人，为的就是获得极冻枪。企鹅人甚至还将它当成了展览品，以供自己欣赏。由于企鹅人手中的极冻枪过于强悍，蝙蝠侠不得已之下，只能先去救出了极冻人，再通过感而化之的方法，让极冻人主动说出了克制自己武器的办法，那就是极冻人盔甲上的干扰器。在干扰器的作用下，极冻枪暂时失去了作用。蝙蝠侠趁此机会一拳将企鹅人打翻在地，但企鹅人也留有后手，那就是藏匿于地下之中的神秘不死怪物所罗门·格兰迪。这头怪物具有超强的力量与耐力，不过蝙蝠侠总是能找到应对的方法。他将刺激怪物的发电机摧毁，让其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蝙蝠侠立马乘胜追击，直接扯出了怪物的心脏。由于他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尸体，扯出心脏也只是让他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所以蝙蝠侠也算不上杀生了。随后极冻人穿上盔甲来到了这里，在将企鹅扔进了展柜以后，他表示想要造出解药，就需要某种复原
原型酵素，这种酵素只有回复能力强大之人的身上才有。而曾经教导过蝙蝠侠的忍者大师雷小谷体内很可能就有这种酵素。雷小谷是刺客联盟的首领，并且拥有长生不老的神奇力量，只要拿到他的血液样本就能制作解药。恰好刺客联盟的女刺客也在这里，蝙蝠侠一路尾行女刺客，来到了位于哥谭市的刺客联盟总部。在这里，蝙蝠侠再次遇见了与他曾有过一段感情的塔利亚。塔利亚也是雷小谷的女儿，再次与老相好重逢。塔利亚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上来就是一个大逼斗。为了让塔利亚帮助自己，蝙蝠侠只好委屈的牺牲了一下色相，表示愿意加入刺客联盟。由于雷小谷和塔利亚父女二人本身就很看好蝙蝠侠，想要让他成为下一任刺客联盟的接班人，于是带他喝下了再生泉水，让蝙蝠侠开始了恶魔试炼。凭借自己过人的天赋，蝙蝠侠很快通过了基本试炼，来到了雷小谷的面前。但试炼的最后一关却是必须杀死雷小谷才能成为刺客联盟的首领。可蝙蝠侠的本意就不是来做掌门的，他只想要一份雷小谷的血液样本。雷小谷可不会管这么多，今天这个掌门他一定要让蝙蝠侠来做。雷小谷在幻境中立马与蝙蝠侠开始了战斗。蝙蝠侠可是有着一身高科技的加持，雷小谷很快就被一脚踢出了幻境。奈何这位忍者大师实在太想要这个女婿了，他甚至不惜用自己女儿的性命来威胁蝙蝠侠，但他终究还是败在了超能力的手里。蝙蝠侠也是一不做二不休，强行抽出了雷小谷的血液样本。在回去找极冻人制作解药的路上，蝙蝠侠救出了沦为阶下囚的市长夏普。在蝙蝠侠礼貌的拷问下，得知了夏普是靠着雨果和其背后人物的暗中协调才当上了市长，而代价就是他会对雨果在阿卡姆之城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后极冻人利用血液样本制作了解药，但极冻人却想以此要挟蝙蝠侠，帮他救出被小丑挟持的妻子，甚至还捏碎了一管解药。这个举动瞬间激怒了蝙蝠侠，于是蝙蝠侠利用周围的地形和设施不断偷袭和攻击极冻人。当他制服了极冻人以后，仅有的解药却被小丑女哈利奎因趁机偷走。事不宜迟，蝙蝠侠立马出发前往小丑所在的工厂。在这里，他找到了被人绑起来的哈利奎因，但是谁做的却不得而知。见到眼前小丑女狼狈的模样，蝙蝠侠也是玩心大起，特别贴心的帮他扯掉脸上的胡子。接着，蝙蝠侠来到了小丑的面前，他现在似乎已经不像之前重病缠身的模样了。战斗一触即发，无论小丑安排了多少手下，蝙蝠侠始终可以应付的游刃有余。但意外的是，天花板却突然倒塌，将蝙蝠侠压在了废墟之下。就在得意洋洋的小丑正打算了结宿敌性命的时候，塔利亚从暗中走了出来，他愿意用永生的秘密来换取蝙蝠侠的性命。见到还有这种好事，小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并与塔利亚一同离开了这里。另一边，猫女在和蝙蝠侠分别后，她靠着独藤女的帮助潜入雨果的金库，在里面成功窃取了大量资金。可就在她准备大摇大摆离开的时候，却发现了被压在废墟之下的蝙蝠侠。经过了一番强烈的心理斗争之后，猫女还是前去将蝙蝠侠救了出来。对于蝙蝠侠来说，可谓是人间处处有真情。与此同时，雨果正式实施了他的计划。原来所谓的10号协议，就是利用阿卡姆之城聚集所有的罪犯，并在这所开放式监狱中进行大规模无差别轰炸，一举消灭哥谭市的所有罪恶。如今蝙蝠侠面临着2个选择，一个是从小丑手里救出塔利亚，另一个则是立即阻止10号协议。但身为蝙蝠侠，不能眼看着成千上万的人就那样死去，尽管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罪犯，一边是人性，一边是爱情。此时蝙蝠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便是优先阻止10号协议。随后蝙蝠侠便在黑暗的掩护下来到了阿卡姆之城最高处的直升机指挥室，看着眼前妄图草菅人命的雨果，蝙蝠侠一脚踢了过去，随即立马停止了10号协议，还让雨果好好的看了一下自己造的孽。就在雨果叫嚣着自己后面有人的时候，一把长刀瞬间刺穿了他的胸膛。原来雨果的幕后盟友正是忍者大师雷小谷。雨果也是靠着雷小谷的影响力才顺利打造了阿卡姆之城。他想要在雷小谷面前证明自己比蝙蝠侠更强，从而取代雷小谷成为他的继承人。但雨果的计划还是被蝙蝠侠阻拦，他在雷小谷的眼里也就失去了价值。而雨果不甘心被当作弃子，于是他启动了自毁程序，想要与他们同归于尽。就在爆炸的瞬间，蝙蝠侠和雷小谷一同逃了出来，可雷小谷却不愿意被蝙蝠侠所救，于是他在落地前切腹自尽。最后他的尸体被钉在了监狱的大门之上。现在蝙蝠侠要做的便是从小丑手里救出塔利亚，夺回解药。很快蝙蝠侠就来到了小丑所在的剧院。小丑总是忘不了喋喋不休的老毛病，甚至莫名其妙的还在向蝙蝠侠索要解药。塔利亚趁小丑分心的机会，一刀刺穿了他的身体。于是以为安全的塔利亚从身上拿出了解药，原来正是他从小丑女手里夺回了解药。这也解释了小丑索要解药的行为，但蝙蝠侠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仿佛印证了这一猜想。暗处的小丑一枪杀掉了塔利亚。原来真正患病的小丑一直躲在暗处，而看似健康的小丑竟是被本尊早就收买的泥面人假扮的。见到这一幕，蝙蝠侠心中愤怒不已，饶是泥面人挡在他的面前，他也不再留手。在将其身上的长刀取下后，蝙蝠侠疯狂地挥砍着泥面人制造的分身，最后他干脆直接跳进其体内，从内部彻底终结了泥面人。在拿到解药的第一时间，蝙蝠侠毫不犹豫地喝了一半。为了阻止小丑获得永生，蝙蝠侠破坏了周围的仪器，导致能够获得永生的再生权失去了作用。没有了再生权，小丑只能要求蝙蝠侠给他解药，因为他知道这位超级英雄还是会救自己，并将自己送回监狱。而蝙蝠侠的内心也陷入了挣扎，小丑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让许多无辜的人死去，就算把他抓起来，他也还是能够逃出去继续害人，但见死不救却又违背了自己的本心。就在蝙蝠侠犹豫的时候，小丑突然捅了蝙蝠侠一刀，导致解药脱手摔在了地上，因此彻底失去了效果。蝙蝠侠对这个与自己作对了这么久的宿敌，心中早已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蝙蝠侠缓缓地说道：“他其实还是会救小丑的。”听到蝙蝠侠的话，小丑放肆地大笑了起来，最终渐渐地含笑九泉，他也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故事的最后，蝙蝠侠在一众犯人的围观下，抱着小丑的遗体离开了阿卡姆之城。在将小丑放到警
警车上后，蝙蝠侠没有理会，心里咯噔了一下的戈登警长，就那样默不作声的离开了现场。而猫女则前去找到了在阿卡姆之城一枝独秀的双面人，在他还未彻底统治这所监狱之前，帮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至于蝙蝠侠，还得继续收拾阿卡姆之城这个烂摊子。这绝对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款漫改游戏。蝙蝠侠那流畅的动作，配合拳拳到肉的打击感，可谓是酣畅淋漓。各种价值不菲的黑科技与帅气无比的蝙蝠战车，让玩家可以纵横歌坛这座全球最宜居的城市。8年前的游戏画质，即便放到现在也都不过时。再加上黑夜中的瓢泼大雨，简直完美的衬托出了歌坛市遥遥领先的犯罪率。剧情方面更是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丰富的支线与反派角色，则彰显了歌坛市的人杰地灵。如此优秀的作品，称之为神作也不为过。即便到如今，许多玩家都还在津津乐道。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款史上最强漫改游戏的巅峰之作《蝙蝠侠：阿卡姆骑士》。本作的故事承接了上一座阿卡姆之城的结局。随着小丑含笑九泉，他的遗体也在充满治愈的笑容中被烧成了灰烬。可能是一众反派误以为蝙蝠侠。在接下来的9个月，民风淳朴的哥谭市非但没有迎来超级罪犯的袭击，就连犯罪率也迎来了史低。可这一切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某天夜晚，刚刚结束工作的警官前往了一处餐厅，正准备来上一杯鲜榨咖啡，不料却被餐厅角落吸烟的市民打扰了雅兴。出于善意，警官想要将其逮捕，但就在一瞬间，警官眼里的所有人都变成了怪物，就连周围的场景也在分崩离析。在这宛如地狱般的景象下，餐厅里的所有人都陷入了疯狂。这起事件也很快被公之于众。心灵鸡汤稻草人则在电视中承认了正是自己所为。稻草人表示，这一次袭击他只用了不到3两的新型恐惧毒气，当然这一次只不过是展示而已，他将会在第2天直接开打，使用上万倍的恐惧毒气。显然稻草人的威胁奏效了，早就想跑的哥谭市民们连夜买上了班车的站票，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哥谭市。一夜之间，坐拥630万人的城市就这样沦为了罪犯们的天堂。尽管哥谭市的警察极力阻止，但在倾巢而出的超级罪犯面前，也终究显得势单力薄。面对彻底陷落的城市，哥谭市警局上空的蝙蝠灯似乎就是最后的希望。而在这大雨倾盆的夜晚，一个人影巍然不动地站在高处，目光坚定地俯瞰着整个哥谭市。今晚唯一能够拯救这座城市的，那就只有这位超级英雄蝙蝠侠。那些罪犯在他眼里终究不过是猎物而已。既然超级罪犯不听话，老喜欢在城市里放毒气，那么抓住他打一顿就好了。为了了解始作俑者稻草人的具体位置，蝙蝠侠前去找到了戈登警长。此时的戈登正因为女儿芭芭拉能够离开城市而感到高兴，但他却并不知道女儿芭芭拉一直都在城内暗中协助蝙蝠侠。根据戈登提供的情报与芭芭拉获取到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一辆位于唐人街附近的军用车，似乎与稻草人有关。为了能够更加便捷地在哥谭市游走，蝙蝠侠换来了充满着金钱味道的蝙蝠战车。驾驶着这辆没个20万下不来的超级战车，蝙蝠侠迅速追上并截停了军用车辆。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从士兵口中得知了稻草人正在唐人街的一处公寓顶楼。好心的蝙蝠侠为士兵留了一手，随即立马赶到了公寓，在将里面负责看守的士兵全部劝躺下以后，才发现只有被关押在这里的环保卫士独藤女，而稻草人则在封闭的室内释放了恐惧毒气。但独藤女却对恐惧毒气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在重获自由后，独藤女对蝙蝠侠说起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早在恐惧毒气释放之前，稻草人就已经联合了一众超级罪犯，展开了一场针对蝙蝠侠的计划。而独藤女对此却并不感兴趣，所以才会被他们关押了起来。为了不再让人造成麻烦，蝙蝠侠准备将独藤女带回警局，但中途他们却遭到了坦克和士兵的包围，似乎是为了方便蝙蝠侠破坏。敌方的坦克都是采用无人驾驶。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蝙蝠战车瞬间出现，并切换了战斗模式。60mm cannon operational. 解决完眼前的士兵，蝙蝠侠带上独藤女，风光无限的回到了警局。在将独藤女请进高级套房，并亲切的问候了一下犯人以后，蝙蝠侠来到了他在中塔秘密修建的蝙蝠洞。芭芭拉也正是在这里暗中协助蝙蝠侠。接下来他们转变了思路，通过韦恩集团的黑科技搜寻稻草人制造恐惧毒气的地点。而在韦恩集团董事会主席卢修斯提供的技术支持下，蝙蝠侠的战车不但迎来了升级，就连战衣也被更换成了由镀钛3维编织的装甲，可以说将蝙蝠侠的战力和机动性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他能够在敌人完全无法做出反应的情况下，瞬间给予对方婴儿般的睡眠。在各种黑科技的加持下，蝙蝠侠很快锁定了生产恐惧毒气的化工厂。此时戈登也赶到了这里，但一架武装直升机却将桥梁炸毁。蝙蝠侠毫无惧色，向着直升机迎面走去。直升机上是一位新晋的超级罪犯，名为阿卡姆骑士。城市中大批的军队和无人驾驶的坦克也都是由这位骑士花重金组建。他似乎非常痛恨蝙蝠侠，见凭空多了一个敌人，蝙蝠侠也没有太过在意，反正也没自己有钱。可就在之后，蝙蝠侠前往化工厂营救工人的时候，阿卡姆骑士却再一次出现了。他竟然对蝙蝠侠了如指掌，就连蝙蝠战衣上能够被子弹伤害的弱点也都被他全部说了出来。可蝙蝠侠露
出的下半张脸，他却只字不提。骑士本以为胜券在握，但没料到蝙蝠侠竟然是在第5层。只见外面的蝙蝠战车对敌方发动了攻击，阿卡姆骑士见状不妙，立马逃之夭夭。眼见情况越发的危急，蝙蝠侠没有丝毫停留，迅速向着化工厂内部前进。一路上他不断破解各种谜题，顺带还哄睡了所有他见过的罪犯和士兵。终于在化工厂深处的实验室，他找到了稻草人。眼见蝙蝠侠向自己走来，稻草人用最狠的话干出了最怂的事儿。蝙蝠侠二话没说，立马开始逼问如何关闭毒气。可稻草人却说出了芭芭拉的名字。出于担心，蝙蝠侠赶紧联系上了芭芭拉。果不其然，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切断了联系。暂时的分心让稻草人逃出了实验室，自毁程序也在同一时间被启动。一旦让其爆炸，恐惧毒气将会迅速蔓延至整座城市。暂时顾不上被掳走的芭芭拉，可爆炸也已无法阻止。蝙蝠侠只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弥漫着恐惧毒气的实验室，利用中和剂尽量减少爆炸的范围。可就在蝙蝠侠搬运药剂的途中，却再一次看见了那个令他此生都无法忘怀的人。当蝙蝠侠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才发现不是小丑显灵了，而是大量的恐惧毒气意外唤醒了沉睡在蝙蝠侠体内的小丑。因为在前作的阿卡姆之城中，小丑不但将自己带有泰坦病毒的血液注射进了蝙蝠侠体内，还将血液送往了各地医院的供血库。4个被小丑血液感染的市民，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变成了小丑的模样。只有一个叫亨利的校长没有任何症状，或许能够通过他的抗体研制出解药。作为第5名被感染的患者，蝙蝠侠眼前的小丑开始了不断教唆，他想2人联手创造一个更加黑暗的蝙蝠侠。一旦蝙蝠侠的精神受到影响，小丑的人格就会逐渐占据他的意识。尽管蝙蝠侠最后还是通过减少爆炸规模暂时拯救了城市，但更大的危机却依旧未能解决。再加上不断出现的小丑幻象，则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由于芭芭拉被掳走，出于无奈，蝙蝠侠只能通知了戈登警长，2人一起来到了芭芭拉藏身的钟楼。但因为小丑的影响，使得蝙蝠侠看见了当初小丑开枪射击芭芭拉并使其瘫痪的那一幕。而蝙蝠侠也向戈登坦白了芭芭拉与自己合作的事情。愤怒不已的戈登当即一拳打在了蝙蝠侠脸上，并且表示不再寻求蝙蝠侠的协助，他自己会独自去救女儿。蝙蝠侠只能一边忍受小丑的嘲讽，一边再次利用黑科技寻找芭芭拉。通过芭芭拉冒死留下的线索，蝙蝠侠知道了带走他的人正是阿卡姆骑士。依靠线索上骑士的声纹，蝙蝠侠很快便锁定了骑士最后出现的位置。随即他立即赶到了位于哥谭市地下的隧道之中。但这位阿卡姆骑士却对蝙蝠侠的任何行动都非常了解，他出其不意地偷袭了蝙蝠侠。他深知蝙蝠战衣的弱点，直接从薄弱处一枪打穿了战衣。似乎骑士非常享受羞辱蝙蝠侠的感觉，他并没有急着杀掉蝙蝠侠，而是就那样不屑地转身离去。蝙蝠侠也知道拖得越久对芭芭拉也就越不利，他强忍痛苦对伤口进行简单的处理后，便再一次追了上去。但这一次蝙蝠侠又被摆了一刀。当他追上骑士的吉普车后，才发现里面只不过是一名士兵而已。遭遇如此待遇，饶是蝙蝠侠也有些被整破防了。他直接将士兵的头塞进了战车的轮胎之下，士兵在一瞬间就感受到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崩溃的士兵立马说出了企鹅人曾为阿卡姆骑士提供军火，为了支付军火的报酬，骑士已经前往了企鹅人所在的一家制冷公司。就在蝙蝠侠准备动身的时候，那个被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叶伊格雷森也赶了过来，想要帮忙。之后他们一路追查，顺利的来到了企鹅人的武器仓库，但阿卡姆骑士还是先他们一步离开了。蝙蝠侠只能现身逼问还在数钱的企鹅人阿卡姆骑士的下落，可最终还是不慎让企鹅人跑掉了。在将企鹅人的武器仓库炸毁以后，蝙蝠侠开始向着哥谭市上空的2艘飞艇赶去，因为他从企鹅人口中得知了稻草人和骑士准备夺取这2艘飞艇。通过在飞艇上不断的调查，蝙蝠侠发现飞艇的拥有者是一名叫斯塔格的科学家，他曾与稻草人共同研制出了名为暴雨的装置，暴雨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恐惧毒气扩散到整座哥谭市。或许这也是稻草人在化工厂引爆毒气失败后留下的后手。斯塔格也因为试图背叛稻草人，最后落得自食其果。蝙蝠侠也终于来到了稻草人的面前，可由于小丑对于蝙蝠侠的影响越来越强，导致蝙蝠侠不慎中了稻草人的陷阱，从而吸入了大量的恐惧毒气。但稻草人却并不知道，他的这个举动让早就蠢蠢欲动的小丑暂时占据了蝙蝠侠的意识。Maybe it's already happened. Look at me! I'm amazing! And this body! 这一刻，蝙蝠侠的每一击皆是杀招，饶是稻草人也不由得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幸好只是在意识中，蝙蝠侠在小丑的教唆下扣动了扳机。当蝙蝠侠重新回过神时，惊讶不已的稻草人也感觉这个超级英雄和以前不同了。他也没有多做停留，而是带上暴雨装置，在阿卡姆骑士的帮助下离开了这个地方，似乎就是为了搞心态。之后，稻草人将芭芭拉所在的位置用广播传遍了哥谭市。当心急如焚的蝙蝠侠赶到的时候，稻草人当着他的面对芭芭拉释放了恐惧毒气。由于恐惧产生的幻觉，让这个女孩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见到这一幕的蝙蝠侠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绝望。管家阿福也联系上了他，希望他能够打起精神，不要让芭芭拉的死成为徒劳。重新调整好心态后，蝙蝠侠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独特女的身上。一旦让稻草人释放毒气，那么全城的植物也都会失去生机。独特女索性也就同意了与蝙蝠侠合作。由于独特女拥有着免疫恐惧毒气的能力，她制造的一种孢子也可以中和这种毒气，但只靠她一个人却无法制造覆盖全城的孢子。之后，蝙蝠侠立马将独特女带往了全哥谭最古老的植物面前，并通过加装的声呐设备，在特定的地点激活了这种上古植物的根茎，使得独特女能够让植物的藤蔓开始疯狂的生长。她也终
终于能够通过眼前的庞然大物制造那覆盖全城的孢子。之后，蝙蝠侠开始着手调查释放毒气的暴雨设备下落。但之前提到的那4名被注射了小丑血液的市民，本来正在接受3代罗宾的治疗，以研发出相应的解药，但他们所在的制片厂却遭到了小丑女哈利奎因的袭击。小丑女知道了这4个人继承了小丑的意识，专门跑来抢夺。于是蝙蝠侠迅速赶回制片厂支援罗宾。当敌方意识到蝙蝠侠前来劝架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2人轻松便劝退了这些罪犯，但除了没有任何症状的亨利以外，其余3名被注射了小丑血液的人已经和敌方成为了最好的朋友。蝙蝠侠只能与3代罗宾将这几位自认为自己是小丑的大爷一个一个的请了回来。蝙蝠侠还顺带再次抓捕了战斗力为0的小丑女。可就在他们带上小丑女回去的时候，那名先前毫无症状的亨利却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他一直都在隐藏自己的小丑人格。为了贯彻优胜劣汰的信念，亨利毫不留情地杀掉了另外3名继承小丑意识的人。可就在亨利准备举枪攻击蝙蝠侠的那一刻，他却仿佛看见了蝙蝠侠身后的真小丑。看来已经有大佬成为了小丑完美的继承者。亨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开枪自尽。小丑女人都麻了，她又一次看见了心爱的小丑死在自己面前。一旁的3代罗宾发现蝙蝠侠即将被小丑占据意识，他本打算将蝙蝠侠安排进隔离舱，但蝙蝠侠却被小丑的幻觉所引导。他看见了桀骜不驯的2代罗宾杰森，在被小丑抓获以后遭受到了长期的折磨，甚至还有2代罗宾杰森被杀死的景象。如今的蝙蝠侠已经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他不想第3代罗宾也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而失去生命，所以蝙蝠侠只能把3代罗宾关进了隔离舱，他自己则前去应对即将释放的毒气。此时的独藤女不慎暴露了位置，阿卡姆骑士当即派遣大量坦克前来围剿。好在蝙蝠侠凭借战车的高机动性和威力，才勉强抵御住了坦克群的攻势。但气急败坏的阿卡姆骑士也启动了暴雨装置，恐惧毒气几乎在一瞬间便席卷了整座城市。街上的罪犯也因为毒气的作用变成了极端罪犯。由于暴雨装置成倍放大了毒气的威力，如果不能摧毁暴雨，那么独藤女的植物将无法再保护哥谭。闻听此言，蝙蝠侠立即动身，开始穿越这座已经沦为恐惧之城的哥谭市。由于毒气的特殊立场，蝙蝠战车失去了动力，于是蝙蝠侠前去找到了斯塔格，向他索要了能够在特殊立场使用的电池，并在毒气肆虐的街道上利用电池使战车重新恢复了动力。随即蝙蝠侠驾驶战车径直杀向了搭载暴雨装置的坦克。为此阿卡姆骑士也做出了准备，他们早已对负责防守的坦克做出了升级，蝙蝠战车根本无法从正面造成伤害。蝙蝠侠只能利用战车的机动性，不断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绕到坦克的背后进行攻击。经过蝙蝠侠的逐个击破，搭载了暴雨的坦克也被成功摧毁，但滔天的毒气已经吞没了独藤女的植物。于是独藤女以付出生命的代价，释放了古诗中的所有力量，将弥漫在哥谭市的毒气全部清除。因为他深知大自然总是会取得胜利。独藤女的身体也逐渐支离破碎，化为了飘散在空中的孢子。虽然解决了恐惧毒气的问题，但蝙蝠侠因为长期接触毒气，导致他内心的小丑也越发的强大。恰好这时前去寻找女儿的戈登不慎被骑士手下的士兵抓获，蝙蝠侠只能一路追踪戈登的信号，来到了地下的隧道之中。阿卡姆骑士也驾驶着大型盾构机，不断向着蝙蝠侠逼近。由于蝙蝠战车的装甲和武器都无法与之抗衡，他只能利用速度上的优势，尽量的为管家阿福打开通道，争取时间。可最后骑士还是将蝙蝠侠逼到了死角。幸运的是，蝙蝠侠利用弹射装置从上方的出口逃了出去，但价值不菲的蝙蝠车也被盾构机碾压成了废铁。蝙蝠侠也通过出口顺利的找到了被俘虏的戈登，而阿卡姆骑士似乎也想做个了断，他索性直接摘下了面具。这个骑士正是2代罗宾杰森。原来当初小丑并没有杀掉杰森，他故意制造了杀掉杰森的假象，好让蝙蝠侠误以为杰森已经死亡。经过了小丑长期的折磨，杰森的精神开始扭曲，他认为蝙蝠侠抛弃了自己，从而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恨意。尽管蝙蝠侠试图解释，但杰森根本听不进去。无奈之下，双方只好动手。面对杰森在高处的狙击，心中有愧的蝙蝠侠不闪不避，径直走到了他的下方，并通过爪钩与他拉近了距离。虽然杰森一次又一次的逃走，但面对眼前这个被自己视作亲生儿子一样的存在，蝙蝠侠还是伸出手表达了自己的愧意。这一刻，杰森的内心被触动，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心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悄然离去。当务之急并不是他与杰森的矛盾，而是需要解决稻草人这个最大的威胁。蝙蝠侠与得救的戈登一同来到了稻草人所在的房顶。当他们见到稻草人以后，却没料到原本死去的芭芭拉竟然出现在了这里。原来当初芭芭拉自杀的场面都是因为恐惧毒气造成的幻觉。在稻草人的胁迫下，戈登为了女儿迫不得已向蝙蝠侠扣动了扳机。见蝙蝠侠从大楼之上跌下，稻草人立马出尔反尔，将芭芭拉直接从楼顶推了下去。蝙蝠侠怎么可能就被一枪打死？他再一次出现救下了芭芭拉。戈登设计的是蝙蝠战衣最坚硬的部位，这也正是他故意而为之的。然而敌方的坦克却依旧对2人穷追不舍。不过蝙蝠侠早已留了后手，既然蝙蝠战车能够造1辆出来，那自然也能造出第2辆。在备用蝙蝠战车的接应下，2人得以回到了警局。在蝙蝠侠安置好了芭芭拉以后，稻草人倾尽了所有的无人坦克，将哥谭警局围了个水泄不通。而蝙蝠侠花费巨资打造的蝙蝠战车，也在这一刻展现了恐怖的战斗力。数十架无人坦克和无人机在顷刻间被战车全部轰成了碎片。哥谭警局的危机被轻松化解。稻草人见大势已去，决定祭出他最后的底牌。他深知蝙蝠侠最大的软肋就是同伴，于是稻草人前去制片厂，抓走了被蝙蝠侠关在隔离舱的3代罗宾，想要以3代罗宾和戈登的性命要挟蝙蝠侠前去投降并接受处决。一路走来，蝙蝠侠已经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他自愿走上了前来接他的货车。在货车内，蝙蝠侠进入了幻觉中，眼前是那个熟悉的小巷，他再一次看见了被歹徒枪杀的父母。小丑趁机不断唆使蝙蝠侠交出自己的身体，或许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蝙蝠侠忍无可忍之下，亲手扭断了小丑的脖子。这也意味着，在蝙蝠侠杀人的那一刻，距离小丑接管他的意识也仅仅只有1步之遥了。一切仿佛像是回到了蝙蝠侠压
送小丑回到疯人院的那一晚，本应该被绑住的小丑变成了蝙蝠侠，而稻草人也准备向全世界公布蝙蝠侠的真实身份。就这样，在稻草人的胁迫下，戈登警长亲手摘下了蝙蝠侠的面具，展现在全世界眼前的是布鲁斯·韦恩那充满刚毅的脸庞。世人无不震惊，这位默默守护歌坛的英雄，竟然是一位亿万富翁。随着稻草人将恐惧毒素全部注射进蝙蝠侠体内，他的最后一丝意志也彻底土崩瓦解。在精神世界中，小丑接管了蝙蝠侠的身体，他不但将蝙蝠战车改装成了战争机器，还将所有的超级罪犯屠戮殆尽。戈登警长也在绝望中死去，哥谭市化作了最为惨烈的地狱景象。这便是蝙蝠侠最恐惧的事情。回到现实，小丑已然彻底接管了蝙蝠侠的身体，稻草人还天真的认为眼前这个男人已经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之中。在他眼里的蝙蝠侠不仅发出了癫狂的笑声，看他的眼神也仿佛像是在看一个死人。稻草人气急败坏之下，立马再给小丑续上了一针，而这一次轮到蝙蝠侠来引出小丑内心深处的恐惧了。一开始小丑根本不在乎这些，自己刚刚死去的场景，可当小丑看见自己死去1年后已经没人记得他时，顿时显得有些慌张了起来。他想离开这里，但只要一转身，就是蝙蝠侠的石像出现在他面前，并且数量越来越多。或许这就是蝙蝠侠带给那些超级罪犯的恐惧感。小丑内心深处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越来越强烈，他以为自己能够离开幻境，但殊不知他已经在这场对于蝙蝠侠身体的角逐中选择了退出。蝙蝠侠已经知道了，小丑害怕孤独，害怕被世人所遗忘。正因为有蝙蝠侠的存在，小丑注定被人遗忘。I am vengeance. I am the night. I am Batman. 就这样，蝙蝠侠把小丑永远地锁进了意识的最深处，而重新夺回身体控制权的蝙蝠侠也回到了现实中。稻草人见恐惧毒素已经对他失去了作用，于是想起了非常好用的手枪，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迷途知返的杰森赶到了这里，帮助蝙蝠侠脱离了束缚，而蝙蝠侠也让稻草人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什么叫恐惧。最终，稻草人踩上了缝纫机，愿缝纫机里没有蝙蝠侠。尽管整个世界都知道了蝙蝠侠是亿万富翁布鲁斯·韦恩，但歌坛今晚仍需要蝙蝠侠去收拾烂摊子。他让管家阿福准备启动骑士陨落计划，而那些还没有被绳之以法的罪犯们，就需要玩家们在支线里一一解决了。当蝙蝠侠逮捕了歌坛市所有的超级罪犯以后，他默默地摘下了蝙蝠面具，并拖着劳累1晚上的疲惫身躯，在无数记者和围观市民的目光下，回到了韦恩庄园。而骑士陨落计划也随之启动，韦恩庄园在一阵剧烈的爆炸之下化为了废墟。布鲁斯·韦恩和管家阿福也至此被认定为死亡。一段时间过后，戈登成为了哥谭市新任市长，并准备出席女儿芭芭拉与3代罗宾蒂姆的婚礼。而在哥谭市一处阴暗的巷子里，2名歹徒正在抢劫一家3口。就在歹徒即将得逞的时候，旁边的屋顶上却出现了一个无数罪犯内心深处的恐惧化身。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再见。